嗨，大家好哈，没想到还是被破梗。好，我觉得所有人站到这台上，第一件事都是满满的感谢。但是我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说对不起，因为我临时改变了主题这样子。然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我入选以来，一直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机会能够站上这个舞台，那我到底要讲什么？所以我决定要讲教育。然后分享一个非常非常热血的故事。为什么非常热血呢？因为它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我是实习老师，我是 Leo， 然后他是热血 ING。然后从我每天早上睡觉起来，睁开眼睛，就是这句话，是。然后呢，既然要讲教育，要从我第一次走进学校开始讲起，对不对？我好像有点久，那没关系，我讲我第一次走进教，这看起来对。第一次走进教室嘛，然后这是我看起来很可爱的小朋友，对，然后呢，你看他手上看起来很可爱，但是手上是拿什么？一个是尺，一个橡皮擦，就觉得这正常啊，这是一个求学的工具。但这两件事情到小朋友手上，它其实是个凶器。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会忘记，我帮你们复习一下。当你们2年级的时候，对，他会把那个橡皮擦放在中间，尺就放在上面，然后那另外一个橡皮擦放上去的时候就嘣，它就垂起来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站在台上面对我所有的二年级小朋友说：“来，大家好！”就没有人理我，就嘣嘣嘣嘣，我就傻眼了。但是身为一个很有创意的老师呢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现在灵光一闪，我就说：“小朋友不要急，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，老师办了一个飞跃吧橡皮擦的比赛。”然后呢，小朋友就很开心，他说：“但是你们现在真的不能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现在做的话，你们到时候分组比赛的话，就会被别组的招式抄走。那个招式很重要，你们要留着要得冠军这样子。”他们就收起来了。有时候我们很大声高分贝，然后加大怒吼，不见得很有用。有时候用他们语言跟他们沟通很有效。然后就是为了然后你知道这是放学第8节课，身为一个很有创意的老师，同时也要很有诚实嘛，不然怎么教会小朋友诚实？就带他们玩，他们就是为了要这样子，然后把那个橡皮擦捶过那个气窗，就很。但是看这个活动看起来很简单，在当下我觉得我被我自己的事情所感动，因为在他们分组比赛上，我听到小朋友说：“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。”然后在那边捶，然后想说：“然后想那个他们渐渐在一次一次尝试的过程中发现。”那个橡皮擦的位置可能有点关键，是不是要放前面点放后面？他们在一次次尝试的过程发现说，好像角度有点关系，因为它嘣就直直飞起来，然后气冲在那边，他们可能要调一下。他发现其实好像不是用力捶就有用，就我觉得跟这句话很像。有时候教育也是，教学也是，不只是用力这样。我讲到这里，我突然很想要讲的是我一个很敬佩的老师，他叫 Ken Robinson， 就是从 YouTube 上的，他曾经说过。我们教育应该要从标准化的工业模式转化到农业模式，因为未来可能甚至有68%以上的工作，现在根本都还不存在。他那个时候是对的是美国的教育呼喊，但台湾呢，我想应该也是，我们就卡在一个这个尴尬的时期。我们承袭了这样子集体主义的文化，然后同时大量接受个人主义的资讯，卡在一个开发中与开发中中间尴尬的一个阶段。我们老师是不是应该要 try something new？ 如果我们老师都不愿意去尝试，我们怎么教会小朋友这个创意？就是福禄贝尔说，他说教育无他，唯爱和什么？对，唯爱和榜样。所以我要教会他们创意，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尝试一些新的方式？这是我。然后好了，不讨论这个，大家可能比较想知道接下去发生什么事，对不对？就接下去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教务主任的经过，那我就默默的在他心里面被记下了一笔，这样。为什么记下一笔？因为后来我就带了5年级一堂，就是你知道因数背书的课，打开教室手册，天哪，这么无聊！10年前我在教短除法，现在还是短除法我想现在应该大家都一样。然后我想说，那我要发明一个新的游戏，然后我就发明了一个很像大老二的一个扑克牌，然后就开始发下去，然后发3份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玩。对，然后第一个人出3，第二个人可以出3的倍数这样，然后出到没有牌为止。然后第二个人没牌就可以出因数，我出14，然后下一个人就出7，出到1这样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构想，然后就拿来做实验，反正小朋友。然后开始玩的时候，
他们就 PK。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件事情，我第二件事想讲的，就是小朋友之间的同侪教育，他们很重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沟通最有效。他们就是在第一组的时候就看，我跟你讲，不要跟别人讲那个一超强的。因素的东西就带进去，伊索式的因素对，那时候放进去了。他说：“真的。”然后就算了，这是第一轮了。然后到冠亚军的时候更酷。我没有想要教这个东西，他们在一次次玩的过程上，跟你讲，那个7啊、13跟5啊留下来，那是王牌。小朋友没什么，他们的悄悄话超级大声的。然后我就听到，我觉得很酷。那是可能植树的概念是国中才要教的，他们国小就尝试到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我觉得很爽啊，很开心。然后就反正旁边看，帮他们拍照这样子，对啊。就是可惜你知道，等一下，这太早破梗了。我想，可是那个时候是不是被默默记了一笔？对，这个时候教务主任又出现了。然后下一件事就是，伟嘉老师请到大办公室。我觉得很多事情没什么不一样哈。小时候做错事就会叫训导处，长大做错事只换个名字而已，还是找进去，换个处事这样。我就走进去啊，然后老师就，你怎么可以上课教小朋友玩扑克牌？我说老师这是教学，我说校长这是教学。他说我不管你玩什么，现在给我收起来。我说是已经玩完了。然后你知道小朋友回去怎么说吗？他们说老师在学校教我们玩扑克牌。我说是，然后就巴拉巴拉巴拉很多。然后我觉得你要跟小朋友小时候一样这样，学校就传啦，传了以后就传，我的指导教授都传啦，然后我就又被征召了。那时候老师就这样拍拍我的肩膀，我以为要跟我讲什么很棒的话，老师跟我说，老师，伟嘉，教育实习是一个让你虚心学习的地方，不是让你一展长才的地方。我其实我蛮难过的，其实当时，然后我就永远记得那时候，然后，但是我的毕业实验的时候，老师跟我讲这一句，他说花圃中的草，长得比较高的那个总是被撸掉的那个。我觉得因为这句话我非常难过，但是也因为这句话，我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觉得我们教育是应该有不一样的方式。我觉得有一天我会希望这个花圃中可能没有推草机，可能这个草可以乱长。甚至有一天它可以开花，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讲的。最后分享一个字，我自己创的，我还去 Google 了一下，发现没有人用过，叫 Teachactive。我想要试着说，就跟你讲说，教创意的过程中，就是我帮大家回顾一下这所有的故事，我就为了讲这个字。老师呢，是不是要教点有创意的方式跟有创意的东西？你自己觉得无聊的东西就不要再教了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叫做 Parent， 跟你讲。请相信老师一下，现在的老师除了想要教会小朋友算对答案之外，还想试着教会他们一些思维，还有对的方式，还有一些可能尝试不同的答案。相信他，拜托不要常常来学校。第三件事情，告诉 society， 我觉得创意是需要互动、需要沟通、需要激荡的。教学也是否我可能会打破这个就是你知道文人相亲的这个观念，大家老师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你要打开这个才去尝试。最后这句话我很喜欢，就做结论哈。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鼓励尝试可能的过程，由此开始才让天赋自由。谢谢大家。